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儿带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Fish CN 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么一个名将的无双版的通关啊，选的还是这个美国队长啊，传说中的 Captain 啊。这个他是主角啊，很多人都以为老大是主角，那个外星木乃伊是主角，但事实上呢是这个队长啊。因为最后通关了之后，队长呢发表演说。这个很多这个之前啊，很多老板问我啊，很多小伙伴问我说名将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这个名将呢，就是完整名字叫名将军团啊，这个名将军团。咱们选的这个就是 Captain 啊，是吧？就是这么个发音。然后咱们玩的是无双版，这个版本呢非常的难啊。新手呢就肯定是不要去碰瓷儿了啊。这个版本呢是一上来就是一圈全是怪。其实用这个队长啊，或者用这个未来战警，反正你咋说都行。用它呢，反而挺好打的，在哪儿呢？它这个特殊技啊是比较有趣的，其他角色的没有。它是一个前跳 A， 跑起来跳 A 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喷火的独立的技能，只要跑起来跳 A 就可以啊。这个呢是一个强效的 AOE， 伤害虽然说一般，但是打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因为这个版本呢有点难，所以说咱们把这个血量呢加的稍微多了一些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站着不动啊。好，我们快进一下啊，就是讨厌这不动的啊。而且上来就有复制人，看没看见？上来就有复制人啊，这个是挺难的。复制人呢就是传说中倒数第2关的 BOSS 啊，你可以看到他玩的方法是打2套转身，然后利用血杀卡无敌起身时间。你看，这就是 BOSS。然后再变成2个分身，这个版本难就难在这儿了啊！你说这个版本你让我们新手怎么玩吧？好在呢给的补血还是蛮多的，它跟传统意义上的《三国战记》无双版、什么《恐龙快打》无双版差不多吧？我觉得差不多，都是走一个路线，上来就是变得非常变态，对吧？它是 finish 啊，这个英语都还给体育老师了啊。其实也有什么招的话，名将啊，我跟你讲，名将的话，它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它首先做一个轻版横版的这个轻版闯关游戏，它首先它有载具，看没看见？它有武器系统，各种各样的武器，无论是炮、枪、手枪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啊，的武器系统比较多。第二呢，它有跑的话呢，还是为数不多可以转圈跑的。恐龙快打也可以，它可以一直跑啊，可以转圈。然后呢，同时呢有前 A。有前跳 A 的特殊技，同时呢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血杀的功能，但是它这个1、2、3转身啊，这个设计呢，就是可能很多游戏呢就加了限制，三国战记呢加了限制啊，恐龙快打也加了限制，打了几套之后不能再打，但这里面并不是。不过呢，它虽然说没有限制，但有的 BOSS 呢，你一顿左右转身打，它也会强制反击。有几个特殊 BOSS 是这样的啊。当然，即便是最终的 BOSS， 它也可以无限左 A 右 A 左 A 右 A 打死啊，就是用这个娃娃。所以说呢，总体来讲呢，这个游戏呢，对于高手来讲呢，还是比较简单一些。但对于新手来说呢，对于我来说上手非常难。你不要看啊，好像看起来玩的挺简单的，谁都可以打，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，兄弟，我觉得是真的很难的啊。血杀是双手举天发激光，我有点蒙圈啊。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什么机动队，我不是什么吧，我忘了啊。好，这可是第1关啊，这可是第1关。第1关上来呢就比较难，这个游戏难点就在于这儿啊，就是说，随时随地的时候呢，大家伙儿其实并不怕这个 BOSS 啊，甚至你2个 BOSS 我也不怕，就怕这个 BOSS 跟一堆小兵，而且是非常讨厌的。好，一上来先是一帮小忍者，这个叫什么机动队是什么叫什么队，忘了，也是啊。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啊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太多了啊。好，这里面他又开始。随时啊，快进啊！这随时快进，这不快进不行。好了，这是属于这个博物馆，是不是？恐龙馆啊。
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去没去过恐龙馆，我没有。其实我想，我去看的那个应该都是模型啊，不是正儿八经的。好，这个炮非常厉害，他选择反着捡，因为可以强势的打一个 AOE。好，感觉这个妹子，你好好的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这么好，对吧？为什么一定要跑来当坏人呢？我不太懂的啊。而且一倒地非常的妖娆，看不看见？非常的妖娆。而且大伙儿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明显看起来像黑皮肤的人种，然后戴个头巾，拿个小刀。这个很多闯关游戏里面都有这种类似的角色啊，比如说恐龙快打，啊是吧？这个快打旋风，这个就不多说了啊。来，程血哥来了。噔噔噔噔噔。今天没有比赛啊，确实。连着到后面后又跟什么？对呀，那个叫我就忘了那个叫什么队了啊！现在网上玩的人多，玩那个无限炮版。我老想着攻壳啊，机动队啊，我老想着那个，我感觉怪怪的。啊，你看这一屏幕的怪啊！这个确实很难啊！你瞅瞅这如果没有超强的控兵能力啊，这玩不了。操作还要好。不过呢，相比之下还有个优势呢，就是它给的补也多。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啊。如果给的补没有的话，这个版本那真的是难到让你。领组特工队，对，应该就是领组特工队啊。因为血杀是举天那个，所以说我印象就比较深。只是名字叫啥，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啊。噔噔噔噔噔。好，这才是第2关啊。好，这个一定要跑位。这个游戏通过跑位啊，可以把你的跑位可以左右这个怪物。好的，来了，这个 BOSS， 这个地方是给了一个精英怪啊，精英 BOSS 外加一个这个叫铆钉枪呀，这个叫铆钉枪的 BOSS， 叫绿毛啊，这小绿毛很小，你不会打真讨厌啊，它移动速度快。然后各种那个啥，你真是不了解他的习性，不可能通过走位来打他的话，很难受的啊，这哥们儿啊。好，而且给了一堆小胖子，不过他们也有护伤啊，这里面设计的挺好。你不能说你射出来的这个枪，然后打的，其实这个也是啊，有的时候设计一点护伤也确实挺好的，要不然啊这个。对吧？不符合现实逻辑，就好比咱们看那个抗日神剧，这后面的人搁那嘎嘎冲枪，然后前面的人给他冲着，连自己队友都能扫了，但队友一点事儿没有。啊，各种那个游戏啊，那都开了无限子弹，啊，拿着一个只有十发子弹的手枪，对吧？然后咣开了100多发，然后那个枪全打脚面上了。啊，这个确实挺难，这个游戏我玩不了一点，我只能说兄弟们真的。这个版本我玩不了一点，对，你看他一点都不着急啊，他抓到这个兵之后呢，回身就摔，没有，他是选择等了一会儿再摔，他等这个怪物过来的时候再摔啊。有很多人玩这个游戏节奏呢特别快，就觉得好像越快越好，赶紧处理，赶紧就是有好处，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待会儿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好，直接过关，只要把 BOSS 打死就可以啊，这必须要这么设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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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每一关它都要腾一会儿，我们只需要快进就行啊。这个没办法啊，这个，我勒个去，一上来一球子怪。其实即便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啊，这个队长反而还真挺好打，他这个前跳 A， 你要用普通攻击，我觉得真没法玩了，真的。他就是这个前跳 A 或者用一些道具挺好。然后该用血杀卡无敌的时候，一定要用血杀卡。
应该是手累了歇一下哈，也可能的啊。相反，这种版本呢，反而呢对时间来说啊，并不是特别那个啥啊，因为它不是特别耗时间的，对不对？应该不会特别耗时间啊。接一些手是吗？好，我不是说我必须要快进的，我只是真不知道他搁那站多长时间啊，比较卡节奏，对不对？我猜是来根儿，来根儿，我操！玩游戏这个确实啊，这个哎，你说烟的话，在某种意义上算不算一种这个兴奋剂、解乏剂？据说有好多人玩游戏，如果不来根儿的话，很难受的啊。据说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有一种玩法叫禁烟玩法。那你说不抽烟的人不就正常？这里面我跟大家伙说啊，这个喝酒，很多人说喝酒了会打醉拳什么的，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说喝酒了之后进行有一些什么样的操作。醉拳这种事儿呢，纯扯犊子。甚至啊，我试过喝1瓶啤酒，大家伙都了解我狼的酒量，我狼的酒量大概是能喝个这么说吧啊，我们这点啤酒我喝10个的话，再往后我肯定会有可能会断片儿，但10个之前我肯定没事儿。喝难受了可以，但是断片儿不会。但是我即便我这个酒量，我喝1瓶啤酒，因为我用什么东西测试的呢？我玩那个劲乐团，大伙了解吧？我玩劲乐团玩的不错，但是我喝完1瓶啤酒，仅仅过了半个小时吧，然后这个按理说一点事儿没有。说实在的啊，真的是没什么事儿啊。玩别的好像感觉没啥，或者现实中觉得也正常，我走路也摔不了，卡不了。但是呢，我玩劲乐团真的就节奏完全不对了，就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我用这个劲乐团测试啊，我发现这个喝酒不行，有的这是什么醉拳啊啥的，有点扯犊子了啊。对呀，队长这个角色，我觉得相反，他这个设计的打这个版本反而更好一些啊。什么都能烧，这个前前跳 A 的伤害呢，虽然说不是特别高，但是也还行，对吧？虽然真人直播，那该播呀啊！然后说应该说一般来讲，我在刚才那关我就崩溃了，能打到这关的，在小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高手了啊。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球子怪呀，尤其是一旦被人这个包围了，真不好打。所以说这个游戏把这个血量安排的好几管血，对吧？安排了好几管的血量，还算是有点东西。好，老总搞个直播带货吧，好啊。但是呢，好像像我这个性格，或者我不太熟悉的情况下，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，就是宣传的时候可能夸张了，结果被举报了，什么直播间就废了的。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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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。我觉得一会儿最嘚儿的是被这个一堆这个木头人儿、木头武士给这个缓气儿了啊，直接缓气儿了嘛啊。好，感觉好像快死了，但其实不是啊，这个血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啊，并没有完全没有。OK， 你最多4瓶啤酒，其实也一样啊。你4瓶啤酒其实小事儿，能喝多少取决于这个，你4瓶能喝就已经不算不能喝酒了，慢慢喝习惯了也能多喝点的，知道吧？酒量可以培养的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双 boss， 假如说最讨厌这个大河啊，这个叫亚马头野马台，大河的意思，这个人就叫大河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你说他，我就看起来像个女的似的，但其实他是个男的啊，是不是？这不这哪？他这，感觉这个手里拿个剃刀，就是大蛇剃的那个剃啊，这个剃刀也是忍刀的一种啊。
然后加上一堆小兵，真的难啊！这个 BOSS 非常讨厌，移动速度非常快。你只会左右 A， 不会1、2、3这种 A， 慢慢练啊，慢慢练。我跟你说，游戏就是啊，如果真的是你觉得你想练，你对这个游戏感兴趣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。你虽然说达不到这些高手的高度，但是你一命通关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你要是对它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必要，你就比如说我吧，我有必要练这个游戏吗？我就没有必要。我对这个游戏其实玩的话，我没有任何兴趣，对吧？解说还好一点。好。亚马头是研磨刀，不是不是那个啥吗？啊，好，第3关，我觉得如果要是复制人那个地方应该有多难啊！好，这里直接又来了一个大汉，直接上来就给一个大汉啊，颜色都变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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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直接过图了，把关键怪打死就能过图啊！把关键怪打死就能过图，嗯。好，其实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关于这个各种星际之间的战争啊，有很多星际的这种文森港、科瑟混啊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名将军团呢，就是除暴安良，维护这个银河系啊，维护宇宙和平的那种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？还有什么这个竞技台？我觉得最有意思的，有好多游戏都有这种类型的这个竞技台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怎么个情况呢？就是打着打着，然后这个专门到了一个比武场，比如说什么快打旋风啊，什么暴力小子呀，什么暴风小子，暴风小子。好，你看这个叫线形激光枪，各种游戏都有这种情节，然后被抓走了，然后就开始跟人决斗，对吧？啊，看看以前看我的视频最多能打5关，看我做的视频之后，看那些高手怎么玩之后，然后就学到了一些方式和方法。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，有的东西一点就透啊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哥们儿我看看，正常的咱们是单挑这个哥们儿的，就是原版的话，但这里面不是，这里面咱们是打2个，还加上一堆女的，这个还是会放电的这个女打手啊。还是2个 boss 啊，这个怪兽，这个说实话啊，单眼怪兽，2个手指头，这个2个手指头，这个特别像这个大伙儿看的那个什么那个外星木乃伊是吧？有的是4根手指头，有的3根手指头，这里面它是2根手指，3个人啊，它是3根手指头，一个大拇指，两个指头，一个食指和中指，看一下，也是3指加3眼。当然，它那个应该不是眼睛，可能是一个防护罩，也有可能是眼睛啊，这个我就分不太清楚了，可能也是跟这个都市传说差不多啊，这外星木乃伊，对不对？有点像啊，烙你姨奶呢，你姨奶可硬实了啊，对吧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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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都要打死，打死1个也不行，必须要打死2个。这回，这个就有点难受了。当当当当当。好，来这追船。追船是什么鬼啊？这里面哇，给了一堆箱子呀，给了一堆箱子。哎，你看他们这个鼓掌是啥意思？这个啊，这个到这个啪啪与啪啪，就摩擦与摩擦呗，就是啊，幸福啪啪啪吗？这不是？我要举报啊！
他们这里有幸福啪啪啪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率真的温柔，率直的温柔，给我狼赠送的3手大金卡，直接冲了1星啊！今天晚上第4个办卡啊！感谢这个率直哥，应该叫温柔哥。OK， 这个博士追上了啊！这个博士追的话，在这个洞里面，然后追着他干，有限时间内打死他就行。这踩的是冲浪板啊！打2拳之后呢，移动一下，你看，这也是套路啊，要不然他扔了雷会炸到咱们。DW 博士，人质不是这个就这个，一啪啪一啪啪吗？啊，这个多实在呀，对不对？老实在了，那是跟你嘻嘻哈哈的。好，轻轻跳手，感觉这个喷火这个判定非常高，距离也挺远啊，这是真是一个好招啊！怪越多越过瘾，压起身压得好，可以直接就是压死。OK， 哎呦我这一球子兵，好在啊，就是你看这个高手，他就总是能把怪聚到一起，而且呢还不会轻易的腹背受敌。一旦自己腹背受敌呢，他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血杀的，咔咔就是用，一点都不吝啬自己的血杀，真的玩的是真好啊！好不容易时间对上，看到直播的了啊 ！OK， 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我放录像呢，必须要放，是因为对吧？我还想挣点工资是吧？有机会没有我也没办法的，真的我是真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吧，我真不是不播啊，老生常谈了。现在海鲜这个样我也没招，对吧？它还在头上呢，它不是消失了。就我目前这个摄像头的线比较短，我就没有必要整广角了，就对着我就行。摄像头也不是那么清晰啊，对吧？噔噔。啊，有武器还是好啊，这个武器该用还是用。我觉得这个最牛的武器应该就是那个线形枪了，一个穿透型效果，然后呢可以把这个兵直接打倒，然后可以再压起身这样的。你看，它属于前转身反跑，然后跳过来，再一个跳手，前后跳啊，前后跳手，可以拉开距离。但这个载具呢，看来是完全没有用。我记得以前玩那个摊分视频啊，是可以用载具来摊分的。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摊分用处不大啊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摊分没有高手去研究的，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？影子传说能不能整？没有人破纪录啊。那个游戏解说如果破纪录还好一点，不破纪录，6分钟就完事儿的东西啊，一共就打3个周末，然后就最后一个 BOSS， 就通关了。所以说感觉怪怪的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这各种外星培养，这个有的没的啊，各种外星小培养。当当当，好，手里拿着这个枪是不是 M16A1？ 你看起来像不像那个恐龙快打里的 M16啊？影子传说解说过好几次，我记得还有一次解说影子传说还破了100万的播放量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可能是直接被推荐干上了啊，那个标题啊封面都比较好选的，可能是。其实这里面这个 Zero 啊，就这个 Z， 感觉长得特别帅，一副这个主角脸啊，好像他并不像反派的样子，你看没看？感觉他好像像那个正派一样啊，跟反派没关系啊。
噔噔噔。最恶心的是 FC 的空手道。我觉得游戏小的时候 FC 游戏，我什么游戏觉得是最恶心的？就是玩中国象棋里面那个老头。我说句实在话，虽然说我玩象棋肯定是小懒闲子，但是我真玩不了啊。那个老头真的，那个老头你跟他玩，你得被他气死，真事儿的，真的气死，气得脑瓜子疼啊！真的啊，实话实说的。一会儿有那个什么，有那个那叫什么来着？一会儿那个 boss 就是坐在那儿，感觉像个大爷似的。那个 boss 非常，你不是你谁说没有刀就捅不死人？刀都断了，过来还能捅着人啊，也确实挺狠的，对不对？跟老头下棋，那个老头真的是太嘚儿了啊！这是双 boss 啊，这双我靠，3 boss 啊！这就很难了。如果再有小兵的话更恶心。背对着这个地方，然后前跳手，这是个无敌位啊！他起身看不看见？这是个好的玩法。要不实在太难了，这是2个铆钉枪就已经够难了，让3个铆钉枪，对吧？好，但是这地方可以左，哇，攻速太快，这个火打不到。1、2、3转身，1、2、3转身。刚才播了个3国2啊，你看，现在好多人就是想看我直播都看不到，想看我直播看不到，还要我回来直播说大家伙一起合作，要那个什么，对吧？我是真服了。那我怎么才能把任务完成的，兄弟们？真的，现在我发现我发个朋友圈说直播了，好多人问在哪直播呀？我说还是在那个海鲜呢。然后他说我找不到你，你看现在我正在回呢，怎么找不到呢？搜我人名搜不到，搜房间号搜不到。然后在主页里看不到，在格斗区里也看不到。这就非常的恶心的啊！好，你看这时候又有小兵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小胖子特别有意思啊，手里拿着一个那个瓦斯喷火器，特别逗啊！前2天我在办公室 DIY 烧烤，就 DIY 烤串啊，烤了一个串。然后呢，这个最开始怎么点燃这个机制炭，就是有一个瓦斯罐，然后瓦斯罐呢有一个装置，放上去之后一拧，就像打火机似的，然后这一喷就可以快速可以把那个机制炭给点着，基本上点个7、8分钟就差不多了啊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大伙儿，你看啊，我就给大伙儿看一看吧，真的是这样的啊。好，这个地图也非常经典啊！我记得玩那个恐龙快打2016，还有那个快打旋风啊，快打旋风 LNS 啊，也有这个地图版本的，就给你选很多。这个地图非常的经典啊，非常的经典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真的啊，现在好多人看都看不到我，真的是给跪了啊！好，可以看到正上方那个独角位啊，这个地图是个斜的，然后在上方就比较安全，无论他怎么刷兵，对吧？你基本上首先你背后是没有怪，然后呢，这个人家这个有武器的人呢，还不能在远程拉扯你，所以说你看高手呢，他就会利用这个地形，利用自己角色的特性。
走位，哎，这有的时候并不是技巧，你看有的时候呢，就是传说中的就是套路，对吧？也就是套路嘛啊。播完这个就下了，不是啊？一会儿今天来了，肯定咱也不能说播太晚嘛，正常时间咱得到位啊，对吧？要不然来播它干啥，对不对，程写哥啊？好，感谢我们的程写哥一手告白大金卡，支持我狼。OK， 你看，把怪聚到一起打真过瘾。有的时候咱们就一个一个打，对吧？像最近玩那个地下城手游，怎么才能把怪聚到一块儿，然后对吧？技能全都放正，那才是真正的 YYDS， 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。好，哇，这还不等，我靠！这里面特殊物品里面还能掉蒙娜丽莎呢，这多多少少有点狠了啊！我没见过，兄弟们，你们见过没有？这设计的挺有意思啊，这个设计的。噔噔噔噔噔。好。感觉好像其实从第一关往后看啊，除了正常的 BOSS， 我觉得每一关还是挺难打，就越来越难打之外，平常也差不多都是这么多怪。主要是看地图，你像这种类型地图呢，并不像大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挺远的可以走位，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你这有可能会腹背受敌。有的怪他老跑到你身后打你，他会从下面歪轴绕过去打，很讨厌的啊，这个设计的。这游戏真没有像大家伙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好多人没玩过不知道。你看，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《三国志》啊，好好练一练，其实并不难。至少你像我这么菜的人，对吧？即便是玩困难难度，我估计当5个币应该也通了吧？练一练，这辈子有机会一命通的。但是这个游戏我一点信心都没有，真的。这个游戏，我实话实说，还有像什么快打旋风，老难了。你看快打旋风真的是属于那种纯就是那个。啊，最初代的闯关游戏，觉得应该没那么难吧？啊，相反，快打旋风好难的啊，名将也难的，真的。感觉播的是真没劲儿啊，兄弟们！哎。是这么说啊，如果没关注我的话，怎么才能找到我，兄弟们？只能在网页上找，对吧？输入这个97，才能看到我。我是看出来了，是这样的，只有这样的，真的啊。要不然你是真看不到了，这太嘚儿了。就以前是啥呢？你在关注列表里看不到我，那你在格斗区至少看着我正在直播，对吧？但是没有。啊，飞机类型游戏基本上没人玩了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在那个大 boss 之前，先有一个复制人。这个复制人呢，作为一个 boss， 你可以看到，其实跟正常 boss 没什么两样嘛。因为你要了解啊，本身你打 boss 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除非你玩1v4版。对，纯限流啊，纯限流。噔，这个 boss 血量还比较多的。这个叫 DOPPEL， 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 ？DOPPEL， 大家伙告诉我一下，有没有懂的啊 ？OK， 哎，他第一时间先跑了，然后把自己的座炸了，然后是一个连接通道，下去了之后呢，居然是一个顶棚，看没见？是一个顶棚，这啊不地下列车一样的感觉。好，可以看到。并不是单 boss 啊，有一个复制体，我显示在三国战记板块，我没选呐，谁给我调的？
我在格斗游戏97里呀，我是真的服啊！我现在在怀旧区。那我解说拳皇97的时候，他会给我这里面设置的明明是97啊，在那个斗鱼助手里。好。那我播97的时候，它自动给我调吗？好像可以在双区里面，对吧？可以在双区里面。那它这何止是限流？那我播97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找到我呀，兄弟们？这么多少有点嘚儿了，是吧？好，这个确实难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有耐心法。很多人说小狼他这个已经玩了多长时间了？我不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啊，他们这个已经玩了多长时间？已经玩了37分钟，但是呢，它还有2关，你可想而知啊，这个游戏啊，真的是很难的。但是你只要把主 BOSS 打死就行，是吧？这个主 BOSS 还有血。好，对，主 BOSS 打死，你看还有2关啊，还有2关。这个坐着火箭升空，然后还有到达那个星球里。这背面你看这是什么？它这是加强版的这个星环，咱们土星环是只有1个环，它是无限环啊。看没见星环特别有意思。我操，这招真的赖！你看，这招是真的赖，一顿 AOE 喷，哎，没整好。No。好，我操，感觉这个复制人都变异了，看没看见？这复制人变，然后打到一定血量之后呢，变成2个复制人就可以变成4个，你看，很恶心的啊！它有一个那个遥控器，那个遥控器它一拧，然后就可以变身。设计的非常逗啊！这里面设计的非常逗的。好，好 ，OK， 看看这个一球子怪啊，有的时候瞅着就非常解压。大家伙有没有这种解压的感觉啊？就是说一下子把所有的怪全清掉。这个咱们玩那个消消乐是不是就这种感觉？这种爱消除类型的游戏就有这种爽点，对吧？这种爽点包括像什么俄罗斯方块，什么泡泡龙，对吧？有没有人特别喜欢玩这种类型游戏的？噔噔噔。一脚踢死，这个就属于普通的小弓箭手类型的怪啊，随便打，主要是能给一点补给。这个补给里面又有小那个山楂，又有小柠檬。那个是山楂吧？那个应该不是山楂吧？是樱桃，但是它颜色有点偏橙色。橙色的话也不应该不是山楂，山楂应该是红色啊，正红或者暗红才对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它上面还有小木头棍儿。橘子也应该也不是，到底是啥呢？兄弟们，谁能猜到啊？荔枝应该不是荔枝啊，荔枝拉拉巴巴的啊，冒黄光的山楂，
这个应该是柠檬，这应该是柠檬，这不用想啊。这柠檬这个肯定是实锤了，但那个龙眼儿也差不多啊，上面还带个棍儿啊，对吧？还带个棍儿，琵琶也差不多。一灯，好，一会儿芝麻开门啊！这种版本看起来真的确实是挺解压的。这种游戏真的对于高手来说玩起来真的很爽，原版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点挑战都没有了啊！这个懂的都懂啊。对呀，好多游戏都是倒数第2关最难。这里面这个如果这关的 BOSS 是2个 BOSS， 外加一堆小兵的话，那真心恶心啊！那真心恶心。啊，血杀，小胖子啊！关键那个小胖子特别矮，还是个光头。都是复制人呐，纯复制人，对吧？好，回身一摔，这个这里面你看这里面，哎，就是我特别感觉像主角的这小子，他可以蹲下来，然后把那个插吧插你一下，这个我感觉应该设计一个版本，然后咱们操纵这些角色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对吧？好多游戏都有这样的设定，比如说什么《三国战记》小兵版，多好啊，对吧？《三国战记》小兵版，你这就太嘚儿了。哎，樱桃，看没看见？樱桃，黄樱桃，我知道了。他那个英文我认识啊，是樱桃的意思。黄樱桃啊。他英文那个樱桃啊，我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个樱桃，对吧？这个我是因为我最开始是那个什么，我最开始是那个想要买一个机械键盘玩劲乐团，然后这个机械键盘就是有这个樱桃牌的啊。好，这1v4啊，兄弟们，1v4，而且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变身，有可能会1v8，有可能会1v8，这就非常难了啊。刚才吃樱桃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樱桃的英文啊。至于怎么念，我害怕我丢人，我就不念了。但是我敢保证的啊。啊，叫 Cherry 啊。对，我的机械键盘不就有这个吗？我现在机械键盘坏了啊！有没有哪个女粉丝给我送一个特别颜值特别高，然后特别好的一个红轴的机械键盘啊？迫切需要。如果有的话，以身相许。嗯，机械键盘很贵的，对吧？动不动500、600、700，甚至还有1000多、2000多、3000、4000、5000多、6000多、7000多、8900多、1万多的啊！哎，这个哇，忍者一个投技，还剩下最后一个复制体了，看，最后一滴血了。这个关确实难啊，这跟普通的小兵不一样。虽然说没有小兵干扰，啊，他终于喷死了，我勒个去，最后一滴血呀，确实非常难。然后来到了最后一关，然后他过关之后，你看啊，他过关之后，啊，血量给的还是比较健康的啊。还是给了一点比较健康的血量，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又有很多的小 boss 在混在人群当中，然后呢后面还有怪，非常讨厌。双飞燕不香吗？哎呀，我只是需要轴体啊，我需要一个红轴的，来一个红轴的就行。然后这个
啊。只剩一个怪了，就非常可怜了啊，对吧？那叶问说我要打10个，但是你给我来1个，那我随便虐。该说不说，对不对？不马人的皮啊！其实我主要的原因是它手感要好，玩起来要连点要快，响应速度要快，知道吧？就是你玩劲乐团，就是你响应速度，有的你点的太快了，它就不好使了。就很多人说机械键盘不是所有的按键都可以同时按，那个叫机械键盘吗？我承认这种确实牛逼，因为它这是它的基本功能。我要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有现在因为我玩劲乐团玩的，我承认啊，其实我吹牛逼还算不错。有的歌呢，我即便我点的再快，没有用了，不好使了，没有反应了。你点完之后，它不是说它弹起的速度快，那个慢。你点，它就不好使，没有用了，明白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就不能是这种键盘。我之前玩的那个叫什么黑鸭子啊，那个还行，但是现在名字改了，好像改名叫吉利鸭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已经改名了啊。感觉就这招最实惠，真的。瓜迪亚是啥？哇，真是可以前后跳火，还可以粘墙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后面咱们给他打仗啊，给他打架，然后呢，人家后面有观战的，观战呢有一个像绿巨人一样皮肤绿色的，然后呢壮汉穿着各种礼服，然后呢搂着各种妹儿。你看搂着各种妹儿，有的搂4个妹儿，有的搂3个妹儿。你看左边那个搂了4个妹儿，右边那个搂了3个妹儿，妹儿长得都差不多，身材非常的好。对吧？左拥右抱，还有2个喝酒的，看不看见？但是呢，他们虽然说搂着妹儿，但他们好像不太适应这个星球的这个常态。他好像是他得有呼吸机，他好像不是呼吸氧气的，他有可能是呼吸别的啊。他氧气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毒，莫非他是传说中的硅基生物，也叫吸基生物啊？他不能吸氧啊，看不看见啊？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？大伙儿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啊，34很正常，37、8都很正常啊，以前啊，老雪社，他肯定这是呼吸机，我感觉应该是呼吸机，是不是？啊，也不对呀，他这个不是呼吸机，呼吸机它有鼻子有嘴，但是没有挡住。哎，你看。这里还有个乱码，你看出现乱码了。它这个啊，对，它这不是呼吸机，不是，确实不是，看起来很像一个传送气体的一个管道，但是呢，没有它连接到耳朵，或者说它就好像就是一个装饰吧。你看，因为它鼻子和嘴并没有说怼上什么装置吸进去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到了最后一关，一上来先给一堆小兵，大 boss 说我还没出现呢啊，我还没闪现呢，就来一堆小兵，然后很聪明啊，先把小兵先干死，可能一会儿就没有小兵来干扰了。头上顶一个光圈就是神鸟了啊。确实非常的凶啊！哥哥还会放雷霆万钧，你看他走位走的真好，然后正好是伸出跳 A 的时候能跳到人，跑位的时候跑圈啊，一定要跑圈卡 Y 轴，也不好打，剩下都说剩下一个怪，剩下一个 boss 的就好打，但是他又刷这个小兵。血杀来躲，这个血杀的无敌时间非常短，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呢，这个游戏难点就是你血杀也不好。哇，又来妹儿！我勒个去，很难啊，兄弟们！而且他已经把那个大腿给吃了。好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天妇罗，我知道。
好了，最后一关反而非常简单，比倒数第2关要简单的多啊！无论是哪个版本，包括这个版本，如果他想要再加难的话，在这个 BOSS 的时候给2个刚才的那个对吧？半管血的变身那个也确实猛。OK， 这是来自于这个 Finish CN 啊，给大家伙表演这么一个名将的无双版，时间呢还是挺长的啊，用了51分钟才通关啊。在片子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接下来，像铁钩船长，你们要看吗，兄弟？还是黄帽武进？铁钩船长，还有黄帽武进，哪个大家伙想看？